磁共振各位有做过吗？这是医院较为常规的检查之一，不过这对于幽闭恐惧症的患者来说不太友好，毕竟整个人都要平躺着进舱，扫描期间也不能动，而且等待时间也比较久。不过普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做磁共振之前，必须要去除身上的所有金属物品。曾经就有人因为违规操作，白白葬送了性命。可别小看了这些规定，哪怕是一根细小的别针、一枚硬币，进入强磁场环境之下，也都能变成子弹。那如果说带一个比较大的金属物件进入的话，那就不是区区一颗子弹的威力了。2018年1月27日，来自印度孟买的拉杰什·马鲁来到了奈尔医院看望自己的家属。医生告诉他们，病人需要去做一个磁共振检查。于是拉杰什一家前往了磁共振室。和往常一样，工作人员提醒所有的人，要进去的话，必须要把全身的金属物品都拿下来。拉杰什一家也都照做了。按照规定，陪同家属不能超过2人。拉杰什本来打算在外面等候，可此时一名工作人员请拉杰什帮忙把外面的氧气瓶搬进磁共振室内。由于刚才有人提醒过不能出现金属物品，拉杰什一家特地反复确认氧气瓶放进去不会很危险吗？而对方的回答打消了拉杰什的顾虑。他声称机器还没有打开，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此时拉杰什自己也观察了一下，里面的技术人员确实都没到岗，应该就是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况且人家才是专业的，所以拉杰什一家也没有再质疑下去。就这样，他和病人一起走进了磁共振室，可没想到接下来的短短10几秒钟就葬送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当手拿氧气瓶的拉杰什刚刚踏入检查室内，他就直接被强大的磁场吸走，连同氧气瓶一起全部吸进了机器中的空腔。拉杰什的手则被机器死死地卡住。然而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由于冲击力太过强大，一下子冲破了氧气瓶的旋钮，一瞬间高压气体喷泄而出，拉杰什彻底遭殃了。在听到异响后，家属和工作人员立刻冲进检查室，奋力将他从机器里面拉出来，可一切都晚了。抢救了10分钟之后，医生就宣布了拉杰什死亡的消息。他死于气胸，很显然是由于高压气体在胸膜腔内异常聚集导致的。这起意外事故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虽然大家都知道在磁共振室内金属物品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没想到后果竟然如此严重。拉杰什的家人纷纷表示无法接受，身为医院的工作人员为何会这么不专业？机器到底有没有打开都不清楚，就敢让人拿着氧气瓶进去？更何况既然这么多危险，为何当时检查室内还没有技术人员在场，就随随便便让患者及其家属进入？从头到尾医院就存在了这么多的疏忽，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后来警方查看了医院的监控录像，确定是检查室内的工作人员没有遵守安全规则。首先，一名病人最多有2名家属陪同；其次，机器就算没打开，那位工作人员也不应该让一位路人帮忙拿氧气瓶，就算是即将要做检查的家属。最后，检查室内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阻止他这一危险的操作。对此，医院负责人的解释是，事发时人手严重不足，医院各科室都不堪重负，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团团转，所有人的压力都很大，磁共振设备也处于负荷过重的状态，因此在多重因素下才导致了这么多安全漏洞。可是短短的几句话根本就无法安慰到拉杰什家属的心情。更离谱的是，当时由于超强的吸力，导致他的手指卡断在机器里面整整2天，都没人去取下来。后来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取走并送到了实验室进行 DNA 分析，可身份早已确认，手指仍然没有归还给家属。至于这起事故的处理结果，3名涉事的医院工作人员率先被停职，然后将面临非故意杀人罪的指控。另外，当地政府宣布，医院应该向受害者亲属支付50万卢比的赔偿金。只可惜，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条生命。更让家属心寒的是，这笔赔偿金还迟迟没有到账，医院拒绝与家属进行沟通，只是不断的推迟结算期限。要知道，拉杰什是全家唯一能够挣钱的顶梁柱，没有了他，这个家几经崩溃。可悲的是，像这样的事情还不止拉杰什一个人碰到。来自纽约的迈克尔·科隆比尼也命丧于此，而且他仅仅只有6岁。2001年7月31日，迈克尔在纽约州瓦尔哈拉的一家医院接受了磁共振检查，可没想到在此过程当中，留在检查室内的金属氧气瓶竟然直接被吸到了机器的中心位置，击中了正在做磁共振的迈克尔头部。最终，男孩因抢救无效而去世，死因是钝器外伤、颅骨骨折和脑内淤伤。本来做磁共振就是为了检查迈克尔切除良性肿瘤后的病情进展，没想到脑部又受到了如此暴击，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痛心。要知道，迈克尔才6岁，在经历了一次重大脑部手术后，他终于能够回归快乐的童年生活。殊不知，一次常规的检查竟然彻底要了他的命。
对此，医院表示会承担所有的责任，检查室内部的所有机器设备都没有问题，是他们没能在患者做磁共振检查中采取足够的安全防御措施。据了解，麦克出事的时候，检查室照理应该有2名专门的技术人员，但当时他们都去检查另一个问题了，检查室内无人看管。与此同时，一位麻醉师把吸入机器的那个金属氧气瓶给拿进了检查室。最后，卫生部对该医院处以了$22,000的罚款。医院也发布了1个月内自查报告，揭露员工培训不足、技术故障以及员工之间缺乏沟通等安全隐患。但令人不解的是，涉事的工作人员并未得到任何纪律处分。其实，在上述的2起悲剧中，那位喊拉杰什帮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后来的那位麻醉师都存在很大的误区，就是他们都以为只要设备还没开始运作，就可以带着金属物品进入检查室。事实证明，磁共振检查需要在强磁场环境下进行，无论机器是否运作，金属物品靠近都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轻则影响图像质量，重则像拉结石一样被强力吸引飞入机器内，不仅损害设备，还会闹出人命。而且随着设备的更新迭代，磁共振的成像质量也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设备的磁场强度会更上一层楼。对于严禁携带金属物品入内的这条规定，就应该更加严格的去执行。那可能有小伙伴会问，做 CT 要求好像就没有这么严格，只要保证检查的范围内不出现金属即可。确实，这2者都是放射科常见的检查手段。那它们2者有什么区别呢？首先 CT 是利用放射线对人体进行断层成像，人体的不同器官和组织对 X 射线的吸收程度是不同的，最后就能够形成密度不同的影像。而且 CT 还有一定的辐射剂量，只不过这些都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相反，磁共振没有辐射的危害，它是根据各个组织氢原子的不同含量，在磁场作用下产生共振现象获得的电磁信号，再用计算机转化成为数字化图像。相比之下， CT 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能够很清楚地显示一些组织细微结构，检查时间也比较短。而磁共振对软组织的分辨率比较高，尤其是一些密度差别比较小的部位， CT 是无法显示出区别的，这就需要做磁共振检查来补充，所以该检查所需要的时间也相对更长一些。最后 CT 检查对患者的要求并不高，而磁共振检查的注意事项就比较多了。由于超强的磁场对金属性物质有强烈的吸附性，如果携带金属物质进入磁共振检查时，就有可能会被强磁迅速吸引，从而造成设备以及人体的损伤。另外，金属物品可能在磁场的作用下震动、发热、发烫，如果接近皮肤，还有可能直接造成灼伤。所以患者所携带的金属物品都要全部取下，就比如发卡、戒指、硬币、钥匙、手机等等。另外就是一些体内的植入物，就比如耳蜗、助听器、假牙、心脏支架、血管支架、人工关节等植入物，都要提前告知医生。如果带有磁性，那也是无法进入检查室的。实际上，磁共振检查室内金属物品被吸入机器的事故并不在少数，但大多数都是硬币、打火机、回形针等小东西。总体来说，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不算大。可像是氧气瓶这么大的金属物体，一旦被吸入，冲击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大，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离谱的事情还不少。以前纽约州罗切斯特的一家医院进行磁共振扫描时，一名警察的枪还被吸走，直接自己开了一枪，所幸无人伤亡。所以说，越是不经意间就会越出岔子。而避免类似悲剧的根本方法无外乎就是2种，一是从医院的角度加强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检查期间切勿擅自离开岗位，严格执行常规检查和注意事项；二是从患者的角度遵循安全规定，取下随身携带的所有金属物品，遇到不确定的植入物必须谨慎行事，及时上报。不过人工检查还是没有办法做到100%杜绝金属物体的存在。如果说能用探测器等辅助工具做进一步检查，应该会更加的可靠。总体来说，不管是 CT 还是磁共振检查，都是广泛运用于影像学检查的手段。如果不按照正确的安全流程使用，趋利避害，那么类似于今天所讲的悲剧还是会发生的，甚至会更加的离谱。这些都是血淋淋的例子，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敲响警钟。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